这个女孩被6人强奸并殴打，连肠子都被扯出，而罪犯却说她是咎由自取。一个正经的女孩是不会晚上出门的，她就是想让我们犯罪。这种逆天言论就发生在三哥身上。在印度，每20分钟就会有1名女性遭受强奸，首都新德里更是被贴上强奸之都的标签，性骚扰在这里如同吃饭般稀松平常。而2012年的印度黑公交轮奸案堪称震惊世界的人间惨剧，受害者乔蒂·辛格潘迪的遭遇撕开了印度社会男尊女卑的虚伪面纱。2012年12月16日，23岁的女大学生乔蒂和男友看完电影后被哄骗登上一辆私营巴士，车上除司机外还有5名男子，他们随即露出狰狞面目，用污言秽语辱骂乔蒂，更用棍棒打晕其男友。之后6名男子将乔蒂拖至巴士车尾轮番施暴，乔蒂的奋力反抗竟招致更残暴的对待，他们将铁棍插入乔蒂下体，扯出她的肠子，长达1小时的折磨后，2人被扒光衣服丢弃在郊外路边。幸运的是，巡警库马尔巡逻时听到了求救声，他发现赤裸的受害者后，跑到对面旅馆取来床单和水，将床单撕成2半为2人遮盖。而当时路边有30多名男性围观议论，却无一人伸出援手，即便巡警请求帮忙也无人响应。被送往医院后，即便印度最好的外科医生也为乔蒂的伤势震惊，他遍体鳞伤，脸、嘴唇、四肢布满伤痕，却始终保持清醒，没有哭闹，冷静地向医生描述受伤细节。医生坦言，从业20年，从未见过如此惨烈的伤势。乔蒂体内的肠子仅剩不到 5%， 全身各系统功能严重衰竭，回天乏术。乔蒂的人生本不该如此短暂。他出生在一个思想开明的家庭，父母没有重男轻女的观念。乔蒂出生时，父亲像迎接男孩一样给亲友分发糖果，父母全力支持他的梦想，即便家境贫寒，仍卖掉祖传土地供他读大学，只为圆他当医生的心愿。这份坚持却招来亲戚的指责，他们认为为女儿卖掉祖产不值得。乔蒂深知父母不易，为了不增加家里负担，也为了不依赖嫁妆，他白天上课，晚上去国际客服中心打工，从晚8点工作到凌晨4点，每天仅睡3-4个小时。他最大的愿望是在家乡建一座医院，那里医疗设施匮乏，他想证明女孩绝不比男孩差。乔蒂曾清醒地指出，印度社会的首要问题是男权思想，这种从出生就被灌输的观念代代相传，侵蚀着整个社会的根基。然而案件的罪犯和辩护律师却展现出令人齿冷的扭曲三观。6名罪犯均来自贫民窟，包括水果摊贩、健身教练、未成年流浪者等。他们最大的愿望竟是有钱后去街上找乐子。案发当晚，他们酒后驾车游荡，偶遇乔蒂和男友便心生歹念。更荒谬的是辩护律师的言论，他们称乔蒂不体面，认为女孩应像钻石般被保护在温室，打扮漂亮取悦男人，男人如尖刺，强壮危险，将花丢进水沟就活该被践踏。在他们看来，乔蒂和男友晚上看电影单独外出本身就是咎由自取。有律师甚至宣称，印度文化中不存在男女交朋友的概念，女人在男人眼中只有性，女孩晚上出门必须有家人陪同，婚前性行为更是耻辱。这些高学历律师将施暴的根源归咎于受害者，声称乔蒂违背了传统文化底线，男人们有权教训他。在他们扭曲的逻辑里，贫民窟男性长期忍受性压抑，乔蒂和男友的正常出行是对他们男性权利的漠视，这才引发了这场暴行。施暴后，6名罪犯清理了车上的血迹，随后平静地回家睡觉。在他们眼中，这种恶行稀松平常。因为在印度社会，女性从小被灌输遭受强奸是奇耻大辱，比死亡更可怕，以至于 99.6% 的强奸案，受害者选择沉默，不敢报警。数据显示，有的罪犯犯下200起强奸案，最终仅因12起案件被判刑。贫民窟男性缺乏教育，从小被洗脑男尊女卑，自然而然地将女性视为泄欲工具。乔蒂的悲剧点燃了印度民众压抑已久的怒火，新德里率先爆发抗议游行，各地民众纷纷走上街头抗议性别暴力。如此大规模的示威在印度历史上前所未有，警方迫于压力1天内迅速破案，17天后提交指控文件，却仍宣称新德里和其他首都一样安全。这场和平抗议最终被政府的武力镇压演变为冲突，民众的抗争没有停歇，政府被迫成立委员会安抚民意。司法部门前任高级法官筛选8万多条民众反馈，提交了一份打击性暴力的标志性报告，提出诸多重要建议，如加快司法部门处理性侵案件的速度，拓宽性侵定义，删除刑法中关于羞耻、端庄的歧视性言论等。这份报告堪称印度性侵犯罪的修正案，但真正改变印度的强奸现状难如登天。
男权思想根深蒂固，印度的政治候选人不会因涉嫌性侵犯而失去资格。上层阶级吹嘘着灿烂的文明，底层民众却挣扎在贫困线以下，孩子们无法接受教育，小年纪便外出谋生。强奸成了贫民窟男性发泄情绪的出口，而农村女性只能默默承受这一切。案件审理过程中，罪犯家属的态度更令人心寒。主犯拉姆在狱中莫名自杀，其余4名成年罪犯被判死刑，17岁的未成年罪犯因年龄问题仅被判处3年监禁，这已是印度对少年犯的最高处罚。这个判决让乔蒂的父母既震惊又悲痛。而未成年罪犯刑满释放时，再次点燃了民众的怒火。抗议活动持续了1个多月，乔蒂没能等到正义降临。案发13天后，他在新加坡伊丽莎白医院离世，父母悲痛欲绝，却无力对抗残酷的现实。乔蒂的父亲含着热泪，决定公开女儿的名字。我的女儿没有做错任何事，她为保护自己而死。我希望她的死能像火炬一样照亮女性反抗的道路。他更希望世人明白，女性要改变命运，必须通过教育实现自我珍视，找到自我价值。乔蒂的故事是印度无数女性悲剧的缩影。这场惨案让世界看到了印度社会的顽疾，也让人们看到女性的抗争从未停止。